各位朋友，大家好。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写这两句诗的戚继光那时候只有19岁。说起戚继光呢，有些人会赞美他建立的不朽功勋，也有人会发出一声长叹，说他确实是功勋卓著，但可惜了，私德有缺呀。说戚继光私德有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经给张居正送过礼，送的还不是一般的礼，送的是海狗肾，也可以说是一种春药，还有考察药物效果的几个美女。送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在当时的文人看来都足以令人名誉扫地了。除此以外，还有人说张居正背妻纳妾，说这话的人是修明史的张廷玉他们。那么戚继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将军？建立不朽功勋的同时，他真的在私德上有所欠缺吗？提起戚继光，人们都会提到抗倭，而有很多史料表明，在戚继光抗倭的时候，所谓倭寇的组成成分70%-80%都是中国人。这样说起来的话，那戚继光还能算是民族英雄吗？他是不是只能算上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将领？还有就是那支威震中外的戚家军。戚家军怎么这么能打？他甚至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战损比的奇迹。他是怎么做到的？而且这支军队在戚继光去世以后，仍然为大明朝征战到了最后一刻。浑河血战，这支军队的坚强、勇敢和强大的战斗力，也成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提起戚继光，人们都会说这是一位抗倭英雄。既然是抗倭英雄，那咱们就先从倭寇开始说起。倭寇呢，实际上是在元朝末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元朝的时候，元朝曾经发动了对日本的战争。到了元朝末年，日本那时候呢也处于战国阶段，有很多失败的武士、破落的浪人们呢都铤而走险，准备去海上捞一把。除了掠夺财物以外，他们还有一个目的，也算是复仇，就是为报元朝对日本发动战争之仇。不过呢，这群倭寇呢并不敢轻易的去惹元朝，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当时元朝发动对日战争时的帮手朝鲜。对朝鲜的周边海域是不停地进行骚扰和掳掠，所以朝鲜也有一位抗倭英雄，他的年代要比戚继光要早很多。这个人呢也不陌生，他叫李成桂。通过抗倭，李成桂积累了很高的声望。那时候的朝鲜还处在高丽王朝时期，国王姓王，叫王吴。后来中国这边元朝覆灭，明朝建立，在领土划分方面，明朝与高丽王朝就产生了分歧。最后高丽王王吴一怒之下，让李成桂率军与明军对垒，朱元璋就派了蓝玉率军迎敌。王吴不知深浅，可李成桂可知道明军的强大，他知道自己绝对打不过明军，那他能打得过谁呢？权衡再三，李成桂发现他能打得过自己后面的国王，于是他就反戈一击，把他的国王赶下了台。又过了4年，干脆改朝换代，自己成了新的国王。李成桂决定要将明朝作为自己的宗主国，所以呢，他就请朱元璋为他起一个国名。当时给朱元璋的选择是2选1，一个是李成桂家乡的名字，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朝鲜。朱元璋当时就说：“东夷之号为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组之。”就这样，朝鲜就成了朝鲜半岛这个国家的名字。朱元璋说的没错，朝鲜并不是一个新的名字，在中国古代的《山海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宇，有国名曰朝鲜。那指的就是箕子朝鲜，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当然了，现在的朝鲜人不承认曾经有过箕子朝鲜，不过李成桂那时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李成桂这次建立的就是李氏朝鲜，这个王朝总共存在了500多年，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一直是明朝和清朝的属国。甲午战争以后宣布独立。
朝鲜的国名的意思呢，本来应该是朝日鲜明的意思，因为朝鲜位于中国的东部，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所以朝读作朝阳的朝应该是最恰当的。但为什么都读作朝呢？这可能是与韩语的发音有关，在韩语中读出来就是朝这个音。不好意思，有点跑题了，咱们再拉回来。在中国明朝时期呢，不管是洪武年还是永乐年间，都有倭寇出没，但规模和程度都是非常的小的，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即使在那段时间，明朝也施行着严厉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是不允许任何私人的海外贸易的，但公对公还保留着一条渠道，就是朝贡贸易，或者叫勘合贸易。大家知道，朱元璋不喜欢商业和贸易，认为这些都是不务正业，而且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明朝也不屑于与周围的蛮夷之国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可外面的世界对明朝出产的产品又有着强大的需求，权衡之下，朱元璋就开始进行朝贡贸易，或者叫勘合贸易。所谓的朝贡贸易，就是周围的诸国以朝贡的名义将货品运到中国，然后明政府勘核查验以后，以2倍甚至更多的价值的商品回馈给上贡国。那也就是说，朝贡方送来10元的产品，拿回去的却是20元甚至更多的货品。这样高的利润自然使那些朝贡方是趋之若鹜。在这些朝贡方眼里，未必他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天朝上国的气度和慷慨，可能他们只是窃喜于大明朝的人傻钱多。这样的贸易对他们来说肯定是越多越好，但大明朝可受不了了，本来就不充足的国库被这帮人快掏空了。所以明朝政府就规定，你们这些蛮夷之国不能想来就来，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了。每次我们给你开一单子，按照单子你们来上贡物品，绝不能多。而且上贡的次数也做了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讲，关系好的上贡次数可以多一点，关系不好的你就尽量少来。比如说，当时的日本与明朝的关系就非常不好。因为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朱元璋曾经派了几个使节出使日本，让他们臣服，但这些使节的大部分不知怎么都被日本人杀了。虽然后来朱元璋也不想多事，这事儿呢就算过去了，但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日本不是一个友善的国家，所以他规定日本人进贡的次数是10年一次，这恐怕是周边诸国中期限最长的。但有总比没有强，日本呢就依靠这10年一次的上贡维持着与明朝的贸易关系。但这种状况终于到了嘉靖2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就是历史上的宁波之乱，又被称作征贡之役。事情经过呢大概是这样的，当时的日本呢也处于类似于中国的诸侯割据阶段，在日本的诸侯叫大明。这次来宁波朝贡的有2位大明，一个是大内大明，还有一个叫细川大明。大内大明拿的是正式的合法的勘合符，所谓勘合符呢，就是朝贡的文书，有这个你就可以进行正当的朝贡贸易。而细川大明呢也持有一份勘合符，不过呢他这份是过期的。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他也是被另外一位大明给蒙了。2位大明都带着货物来到了宁波港，拿着过期文书的细川大明的副使宋肃贿赂了当时负责勘合的太监，所以即使他拿的是过期文书，仍然被允许进行勘合。对于那些太监来说，明朝的回礼给谁不都是给吗？可这下就激起了拿着合法文书大内大明的强烈不满。最后在宁波城里2个大明就打了起来，打到最后甚至是来维持秩序的明朝官员都被日本人杀了。这下朝野震动，嘉靖皇帝大怒，下令取消日本的勘合贸易，这也就为后来中国东南沿海的倭乱埋下了伏笔。合法的途径被取缔了，那非法的途径一定会应运而生，这个规律即使到了现在也一样适用。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1年，公元1522年，麦哲伦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这时候全世界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海外贸易也是井喷般的发展起来。而此时大明朝却坚决地关上了大门，那么导致的结果自然就是走私活动愈加猖獗，几乎被海禁夺去了生路的沿海的老百姓们也纷纷加入了走私的队伍。走私是有风险的，面临着官府的羁押和同行的抢劫，所以就有了武装押运走私。武装押运的走私和海盗其实也没什么分别了，有时候是做走私的生意，有时候干脆就做无本的买卖。所以从明朝中期以后，肆掠中国东南沿海的就不仅仅是以前的由日本人组成的真倭，而是变为了由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联合在一起的假倭。真倭假倭已经混杂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了。据中国的史书明史记载说，大抵真倭10之3，从倭者10之7也。所谓的倭寇中确实有一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那些被当时的政策所逼铤而走险的中国的老百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倭寇他们并不洗劫海边的那些村落，那是因为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改变自己的发型，也不大讲中国话，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毕竟他们的家小还都在中国居住，他不能连累家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更像是历史上那些官逼民反的起义军。那么问题来了，戚继光抗倭过程中杀死杀伤的那些所谓的倭寇，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呢？那么戚继光还能够被称为民族英雄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这样看。虽然说我们不能确定戚继光所剿灭的那些倭寇中有多大比例是中国人，多大比例是日本人，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戚继光当时所著的一部兵书叫《纪效新书》中，从侧面发现一些端倪。在这部书中，戚继光具体讲述了该怎样迎敌，面临对手时应该怎样打，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实际。而在这部书中所指的对手，很明显指的就是日本人。比如说，书中提到了日本人所用的倭刀就是一种长刀，还有日本人经常用的蝴蝶阵，以及日本刀法的特点。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戚继光面临的主要敌人，或者说是主要威胁，还是日本人。所以他特别讲述了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而且据日本专门研究倭寇史的专家陆毛敏夫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公元1550年一直到16世纪的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肆掠的倭寇的背后的实质的总指挥和物资的供应者，就是日本北九州的实际控制者大有宗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时候倭寇是成建制的出现，而且配备了日本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这不是一般的流寇所能具备的实力。而这段时间也是戚继光抗倭的时期，所以戚继光那时候面临着不光是像汪直这样的中国的海盗头子，而且同时也面临着日本大名级的倭寇集团。而且倭寇之乱毕竟是最早由日本人发起的，而且又是很多日本人深刻参与的，不能因为在过程中卷入了很多中国人，就根本改变倭乱的性质。就好像二战期间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虽然后来也有很多中国人，比如说皇协军伪军加入了日本的军队与中国人作战，但这也不能改变侵华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那些烈士们并不是民族英雄。如果说戚继光在他的12年抗倭战争中取得的功绩能否被称为民族英雄还存疑的话，那么在抗倭之后，戚继光的16年的军旅生涯完全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因为倭寇平息以后，戚继光就被调往了北部边境，与他对垒的是蒙古人。那时候的蒙古人可是妥妥的外族。戚继光和戚家军驻守基镇16年，保证了中国北方边境的安宁。凭着在这期间所取得的功绩，戚继光完全可以被称作一个民族英雄。也许有人会说，戚继光在北方驻守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打过什么大仗。戚继光驻守北方主要是以守为主，他将守字做到了极致。在他坐镇期间，蒙古兵不敢来犯，这实际上已经完全达到了明军的目的。
虽然期间并没有什么标榜史册的大会战、大战役，但大家别忘了，曹操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切都做好了准备，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虽然你没有歼敌几万、几十万的军功，但仍然是善战者。咱们再来说说戚家军。戚继光一来到抗倭前线，就发现了当时的明朝的正规军，就是那些卫所的军队，已经是烂到骨子里了。朱元璋曾经夸耀说，不花国家1分钱养活了300万军队，但是他没有说这300万都是什么样的军队。明朝实行卫所制，卫所的士兵都是军户，军户是世袭的，永远不能改变。军户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是不如民户。平时呢，跟农民一样耕地，但他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收成也被卫所的军官们盘剥殆尽。需要他们作战的时候，还要他们自备干粮参与战斗。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军人，不如说他们是穿着军装的一群农民，甚至是穿着军装的一群农奴。这样的军队，你能指盼他能有什么样的战斗力？他能为这个大明王朝效力吗？所以戚继光决定组建新军。他最先组织的一支戚家军是主要由绍兴人和溧水人组成的。训练以后拉上战场与倭寇作战，是一战而溃。戚继光意识到这可能是兵源的问题，这些地方的人可能做别的是可以，但当兵真的不行。有一次，戚继光无意中发现，在浙西的贫困地区有一个叫义乌的地方。这个地方产矿，因为矿产，不同村落的人经常在一起械斗。有一场械斗竟然持续了6个多月。戚继光从这场械斗中发现了义乌人真的很能打，很勇敢，而且很团结。所以他就从义乌人中招了3000人作为他的新军的班底。义乌这个地方现在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好像是闻名世界的小商品批发中心。当年的战神已经变成了财神了。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戚继光特意写了一部兵书，叫《绩效新书》。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实用，非常的具体，而且都是大白话，士兵一看就懂。再后来他去蓟镇戍边的时候，又写了一部书，叫《练兵实记》。这2部书后世影响深远。一介书生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2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黑帮老大仔细研究这2部书并加以施行的话，那他绝对可以一统黑道。也是因为这2部书的存在，戚继光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名著名的将领，而是一名军事家。戚家军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它的合力，他并不追求那种个人的单打独斗。一些传武大师的什么类似于闪电5连鞭这样的武功，在戚家军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戚继光更看重的是团队的力量，所以他排练了鸳鸯阵以及后来的车阵。其实鸳鸯阵并不是戚继光发明的，是当时另外一名抗倭将领唐顺之发明的，但戚继光将之改良，使之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在鸳鸯阵中，一个很突出的武器就是狼筅。所谓狼筅，实际上就是一根大毛竹，将大毛竹下面的枝杈砍掉，只留下上面的枝杈，而且前面还绑上了利器。狼筅本身的杀伤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在鸳鸯阵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呢，是在于它可以让士兵不再害怕倭寇。倭寇的单兵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远远不是当时的明朝士兵所能抵挡的。倭刀的坚硬和锋利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元朝惯用的那些粗制滥造的武器。倭寇如此强的个人战斗力，这就使得明朝士兵在与其征战时不免会产生恐惧的心理。而狼筅则解决了这个问题。狼筅很长，有4、5米那么长，所以倭寇根本就无法近身，这样明朝的士兵也就不会特别害怕了。这就苦了那些倭寇了。明明说好了来中国是砍人头的，没想到变成了砍竹子的，而且砍着砍着，一不小心就会被竹丛中钻出的一支长枪头要了性命。在鸳鸯阵中有2名狼筅手，还有2名盾牌手，以及长枪手和短刀手，甚至还有1名伙夫。所以鸳鸯阵在与倭寇对战时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
狼仙也并不是戚继光发明的，而是壮族士兵们用过的一种武器，被戚继光改良而成的。戚家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军纪严明。比如说在战斗中，一人退却，一人被斩首；如果全队退却，队长被斩首；如果队长殉职以后全队退却，全队皆被斩首。不服上官令不行禁不止，斩首；奸淫妇女、杀良冒功，斩首。还有一些小的惩罚，说起来也不小，比如说你在行军途中开小差去小便，要割耳；行军途中喧哗也是割耳。如果临阵退缩，上一级就割下一级的耳朵，一直这么割下去。戚家军鸳鸯阵12个人，估计都凑不齐20个耳朵。那么这样说来，是不是戚继光对他手下的士兵们太过严苛了，太不把士兵们的生命当回事了？其实恰好相反。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白水洋战斗，我敌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颗，生擒5名倭首，己方牺牲陈四等3人。横鱼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人，牺牲陈文彪等13人。仙游之战，击溃1万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颗，生擒1名，己方牺牲童子明等24人。王仓坪战斗，击溃倭寇近10000名，斩首177颗，己方无1人阵亡。这样的战损比在冷兵器时代是非常惊人的。戚继光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就是他不同于历史上的很多著名将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打仗的时候只凭着血气之勇，并不在乎士兵的生命。戚继光是自己动脑筋研究阵法，研究新式的武器，而且加强训练，士兵们在训练中可能会受到处罚，违反了军纪可能会被斩首，但最终的结果是能够达成这样的战损比，在战场上被敌人杀死的人数非常之少。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保全了更多士兵的生命。那么戚家军后来怎么样了？在戚继光离开戚家军以后，戚家军又参加了万历朝鲜之役。在这场战争中很重要的平壤一役中，戚家军首先登上了平壤的城头。在战前，统帅李成梁曾经答应过，如果谁能最先登上平壤城楼的话，那当记首功。但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李成梁却将首功记在了他所率领的北军身上，这样就引起了戚家军的强烈不满。紧接着，原先已经答应给戚家军涨薪的承诺也没有兑现，这样就招致了戚家军的更大的不满。为此，戚家军内部骚乱，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发牢骚而已。但上面就有人借题发挥，说戚家军意图谋反。当时有一个总兵叫王保的，突然召集3000多名戚家军在广场集合。不明真相的戚家军集合以后，没有做任何准备，并没有携带武器的3000多名戚家军官兵，就这样在广场上被自己的人集体屠杀。打了10几年的倭寇都没有死过这么多人，但就这一下子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再以后就是到了公元1621年，也是天启元年。这一年，努尔哈赤率领着后金部队进攻沈阳，天启皇帝下令全国的军队前往增援。当时有一支部队是川浙联军，川军就是著名的由秦良玉创建的白杆军，而陕军的一部就是重新组建的戚家军。当时戚家军的统帅是戚继光的侄子戚金。等川浙联军赶到的时候，沈阳已经陷落，但川浙军并不想就此撤退，他们来这儿就是来一战的。联军在浑河的北岸和南岸驻扎，北岸驻扎的是川军白杆军，南岸就是戚家军。川浙联军加起来不过只有7000人，而他们面对的则是努尔哈赤率领着5万，有人说是10万铁骑。川浙兵团是以寡击众，这在以往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中是不多见的。战斗拉响，首先是白杆军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白杆军的英勇和他们独特的武器和盔甲，使得努尔哈赤的军队遭受了重大的牺牲。后来沈阳城中投降的明军向白杆军开炮，
白杆军最终被击溃，大部分阵亡，少部分渡过了浑河，与浙军也就是戚家军会合。努尔哈赤率兵渡过浑河，他们面对的是更加强悍的戚家军。戚家军是步兵，步兵对骑兵本来就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戚家军临危不乱，他们先以车阵对击，当短兵相接的时候，又改为他们擅长的鸳鸯阵和三才阵。努尔哈赤的数万大军就这样与不足4000人的戚家军缠斗在了一起。战斗持续了整整1天，但仍然是难分胜负。此时努尔哈赤最担心的就是明朝的援军。明朝有没有援军？还真的有。当时明朝的辽东军在统帅李秉成、朱万良的带领下，已经到了离浑河战场不足20里的地方。这3万军可是3万铁骑呀，对于骑兵来说，20里转瞬即至。但貌似强大的辽东军却停住了脚步，只派出了3000人去试探，结果3000人也被皇太极带领的1000多人打的是七零八落。试想，如果当时李秉成率领着辽东军全力出击的话，不管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战略，这场战役的结果都将完全逆转。没有了增援，浙军终究是寡不敌众。年过70旬的老将陈策，在杀死了10几名清兵以后，体力不支，倒在了血泊之中。总兵童仲奎有万夫不挡之勇，他本来想自己杀出去的，但被戚金叫住。戚金问他公何往，然后又对他说：“吾二人得死所以，大丈夫报国，当在今日。”2人又并肩杀入了敌阵，同时殉国。此次浑河血战，川浙军团的7000人全军覆没，但后金的部队也没有占得便宜。据史书记载，以川兵6、7千，当虏计10万，随众寡不敌，终至于晋间。虏之死伤者亦相当，虏至今胆寒。浑河血战也是戚家军的最后一战。戚家军自嘉靖38年成军，从此以后转战南北，百战为一败，而一败以后，世间再无戚家军。这或许就是这支铁血部队的宿命，只为胜利而生。万历10年，张居正去世，6个月以后，就有人提醒万历皇帝说，戚继光是张居正豢养在外面的一只老虎。而且还有人散布谣言，说戚继光曾经半夜给张居正写信，意图谋反。年轻的万历皇帝虽然没有完全听信这些谣传，但是他对戚继光已经不太放心了。于是他将戚继光调离了蓟镇，离开了这个拱卫京都的重任。他被贬黜到广东，出任总兵。戚继光是在公元1568年调到蓟镇戍守京都。从那开始，已经历经了16个年头。在戚继光来蓟镇之前的15年，已经换了7任的总兵，但仍然不能阻止蒙古人的南侵。而自从戚继光来了以后，蓟门安然，蒙古人消失无踪，附近的百姓们也过上了安宁的生活。所以当戚继光离去的时候，百姓们自发的罢市，站在道路两旁送他们的戚将军。当时有一位诗人陈第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辕门一爱满幽烟，不见胡尘16年。谁把金辉移陵表，黄铜白叟哭天边。被贬到广东1年以后，随着对张居正清洗运动的不断深入，戚继光又受到弹劾，被最终罢官。被莫须有的罪名连遭贬离的戚继光，此时还要上表万历皇帝，感激皇恩浩荡。他说：“圣明独见孤臣，眷未衰也。”戚继光被调离冀州没多久，蒙古人就再次入侵，已经平静了10几年的蓟镇再起烽火。而几乎就在戚继光在广东被罢官的同时，一位只有22岁年轻的建州女真人，凭着13副乙甲在东北起兵。这个人叫努尔哈赤。大明帝国最致命的威胁已经悄然崛起，而帝国最善战的将军却在被贬官回乡的路上。此时的戚继光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平生自诩捐躯易，遥至从来报国难。戚继光生命的最后几年，
凄风苦雨。他的弟弟戚继美在他被贬职回乡的路上就已经去世了。他的爱子戚安国，就是过继给他的结发夫人王氏的那个儿子，在他到家之前也已经去世了。夫人王氏万念俱灰，也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戚将军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孤独困苦中度过的。常年的军旅生涯并没有给他积攒什么财富，倒是攒了一身的病。此时的他经济拮据，甚至没有钱找医生开药治病。终于在公元1588年1月，戚将军溘然长逝。他的好友汪道坤在他的墓志铭上写道：积3号，将星云矣。这位大明帝国边境的保护神终于可以安息了，他不必要在1年360日都是横戈马上行了。也就在戚继光去世的同一年，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各部，即将挥剑南下。而此时的大明帝国仍旧是醉生梦死。戚继光的死并没有激起任何的涟漪，皇帝和那些文官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曾经立下不朽功勋的将军，他们甚至没有想过要给戚继光追赠一个谥号。30多年以后，努尔哈赤率兵南下，在萨尔浒一举击败明军，大明帝国摇摇欲坠。而大明帝国曾经的保护神，这位后来被他们弃之如敝屣的一代名将，也早已经老死江湖。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